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发起地面进攻后，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压力与矛盾也越来越大。抵抗之狐向以色列和中东美军进行了报复性攻击，美军基地出现新伤亡。美国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航母舰队、核潜艇、特种部队相继抵达。俄罗斯用行动支持叙利亚，派遣图22空袭解放叙利亚联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国会山报12日报道称，自10月17日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共计遭遇至少48次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造成56人受伤。此外，还有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也门领海被胡塞武装击落，以及美军舰在红海地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等等。美国将以上这些袭击事件归咎于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美国看来，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伊拉克武装，有底气报复美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背后有伊朗提供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次访谈中就曾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这种行为，美国将采取报复行动。而现在报复来了。五角大楼官员12日证实，根据拜登下达的命令，美国空军当天出动 F-15E 战机，打击了叙利亚阿布卡勒市附近一个用于储存弹药和后勤的训练设施，以及麦亚丁市附近一个用作指挥总部的安全屋。五角大楼称，这些设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其他与伊朗有关的组织使用。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日报道，此次空袭造成至少6名伊朗士兵死亡。同时，此次袭击也是美国近3周以来针对驻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军遇袭事件发动的第3轮袭击。在本轮袭击4天前，美军战机对叙利亚东部一处武器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再往前，10月26日，美军用精确制导武器轰炸了叙利亚与伊拉克接壤边境的阿布凯马勒镇附近的2座军火库。对于本轮空袭，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表达了与布林肯相同的态度，即与伊朗有关的武装组织如果继续袭击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美国将对这些组织实施更多的打击。面对美国指认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美军驻扎在中东的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米尔·赛义德·伊拉瓦尼10日曾回应称，伊朗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们的国防部长阿什蒂亚尼对美国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其立刻停止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并实现停火，否则将面临沉重打击。这是以哈冲突以来伊朗所发出的最明确的警告，是否暗示着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其内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13日时，美军基地确实又遭到了打击。在美军报复仅过去1天，伊拉克民兵武装就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武装人员对美军设在叙利亚东南部的绿村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上述组织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在叙利亚东部的库努库基地遭遇15枚火箭弹袭击，现场发生剧烈爆炸，有数名美军士兵在空袭中丧生。此外，报道还称，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的沙达迪美军基地也遭到了3架无人机的袭击。据悉，这些袭击是对美军空袭叙利亚的最新回应。由此可见，美国的警告在这些武装势力里并没有生效。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军方当下的举动来看，美国似乎不愿意推动局势升级，暂时还不想与伊朗开战。如《纽约时报》曾报道，拜登在中东爆发新的战争之后，已经多次拒绝更加激进的轰炸计划，担心引发与伊朗更广泛的冲突。美国之所以不愿意与伊朗开战，一来是担心美军会陷入战争泥潭，二来是俄罗斯绝不会袖手旁观。不过，美国在叙利亚有24个军事基地，且防御力量算不上很强，老是受袭也不是个事儿。如果这些武装组织选择继续发起报复，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军造成麻烦。因此，美国从最初的受袭开始，就一直在加强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其一，据了解，自10月7日以哈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就持续向中东增派兵力及运输军火。美军福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均被部署到地中海，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中东。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军队开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进行实弹地面演习。美军承认这一举动是为了测试武器系统，并确保士兵们的技能水平和备战状态保持高度熟练。按照美军的说法，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华尔街日报》12日还指出，10月底，美国宣布将向中东部署更多防空系统。此后，美国在中东部署的爱国者系统数量翻倍，从6套增加至12套。这些防空系统可能位于巴林、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美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10月26日也曾说，美军将向中东增派900人，其中包括防空系统操作人员。目前，美国在叙利亚驻军900人，在伊拉克驻军有2500人。其二，美国正不断将特种部队秘密派往中东地区。据《纽约时报》披露，本轮以哈冲突爆发后，美国就悄悄向塞浦路斯派遣了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下属的多支特种部队，如三角洲部队、海豹6队等。美国此前就证实有部分美国特种突击队成员已抵达以色列，协助以方确定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所在地。但美国也称美军不会进入加沙。而现在，美国秘密派遣特种兵的证据又多了一项。美国12日证实，有一架美军 MH-60 黑鹰直升机10日晚在塞浦路斯东南部海岸附近坠毁，机上5名美军特种部队士兵死亡。美国13日公布了死者姓名，并表示他们均为美军特种部队航空兵。据悉，死者隶属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该部队被称为黑夜前行者，且参与了近期将美军特种突击队成员运送至中东的行动。对此，美防长奥斯汀表示称，此次事件为训练时的意外事故，具体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欧洲司令部也称，该直升机坠毁时正在执行加油训练任务，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敌对活动。那么，在塞浦路斯的美特种兵会执行哪些任务呢？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军特种部队突击队被派往塞浦路斯待命，是为了在必要时刻协助疏散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其战力自然不必多说。如海豹6队曾击毙本拉登，第160特种航空团在过去10年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24特种战术中队几乎参与过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其他部队执行的每个行动。最后的三角洲更是神秘非凡。而现在，中东的美军基地屡次被袭，因此不排除美国让特种部队出手，给这些袭击者们一点颜色。如今的中东一团乱麻，但没想到深陷俄乌战争泥潭的俄罗斯居然也跑来掺和了一脚。此前，俄外长拉夫罗夫向美国和以色列发出警告，不要动叙利亚。口头警告不管用后，现在俄罗斯直接用行动来支持叙利亚。据法新社11月13日报道，俄空天军向叙利亚派出了图2轰炸机，对叙利亚伊德利布省的解放叙利亚联盟发动了空袭，杀死了34名恐怖组织成员，并造成60多人受伤。报道中说，莫斯科是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重要支持者，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向后者提供各项支持。不过，法新社也称，目前还无法证实上述消息。之所以说是恐怖组织成员，是因为解放叙利亚联盟被联合国、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美国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既然是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出的警告，为什么打击的却是连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解放叙利亚联盟呢？叙利亚自2011年爆发内战已有12年，虽然目前大的冲突较少，局势基本趋于稳定，大部分国土也由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控制，但西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些领土却仍被解放叙利亚联盟、基地组织、库尔德人等武装控制着。而打击解放叙利亚联盟组织显然是俄罗斯的策略，毕竟如今的俄罗斯处境可不妙，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俄罗斯自然不希望再开战线，特别还是中东这个美国运营已久的地区。因此，俄罗斯通过打击解放叙利亚联盟，就是想通过杀鸡儆猴的方式，向美国或者其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出警告，不要轻举妄动，不然接下来炸弹会落到你的头上。这样既可以达到了威慑美国及其中东势力的目的，又能履行为叙利亚提供安全保护的承诺，一举两得。当然，肯定也有人会疑惑，俄罗斯都自顾不暇了，为什么非要掺和进来替叙利亚出手？难道如今的中东局面还不够乱吗？这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若是不出手，俄罗斯将失去对中东地区的话语权。首先是军事需求，大家看地图，从黑海到地中海的航线是俄罗斯在西南方向的唯一出海口，但沿线基本都是北约成员国，如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加上美国在中东还有以色列这个实力强劲的重要盟友，因此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放心的补给地，而找来找去也只有叙利亚符合条件，加上两国关系从苏联时期就处得很好，
过去几年，俄军也没少与叙利亚军队并肩作战，所以俄罗斯是必然要帮叙利亚的。其次是中东，这里物资丰富，称得上是世界能源的心脏。美国也成功将美元跟石油交易挂上了钩。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必须保住自己在中东的利益，寻找合适的代理人。但海湾国家基本上都在美国一边，因此叙利亚、伊朗等就成了俄罗斯要拿下的目标。这才有了俄罗斯一边强硬警告美国和其支持的组织，一边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只是俄罗斯这样的操作虽然的确能替叙利亚分担了不少压力，但想要改变叙利亚持续被动的局面还是很难的。因为不到万不得已，美俄是不会彻底撕破脸的。即便美俄军队在叙利亚起了冲突，但最后一般也会保持克制。以上就是俄罗斯替叙利亚出头的原因。好了，关于抵抗之狐的袭击和俄罗斯出头替叙利亚减压，大家有什么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